学堂古筝知识篇9，你的古筝是古董吗？你家是否有一台尘封已久的古筝，用一个像皮箱般的硬盒装着，就这样默默地藏在角落里好几十年都没有打开过？直到有一天，你突然想学古筝了，想起家里有这么一台传家之宝，于是你鼓起了勇气把它打开，这时候却发现，这一台古筝怎么长得和教室的不太一样呢？和教室的古筝相比，好像比较瘦，也比较小台，弦的数量也不一样，而且弦的材质还是钢弦的。那么恭喜你，这是一台钢弦筝。钢弦筝最早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广东地区，那时开始以铜弦取代原本的丝弦，金属弦的材质使得筝的音色产生了鲜明的变化。一直到对日抗战以前，都是丝弦和金属弦并存的时代。此时期多为16弦。随着时间与地区的不同，钢弦筝在外形上也略有差异。直到对日抗战期间，开始出现钢弦的材质，这时的钢弦还没有粗细的分别，在音色变化上也不够明显。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与乐器的改革，钢弦的粗细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型号，更在低音区使用不同型号的铜残钢弦，以增加古筝的音色层次。此时期为16弦或18弦，近代更曾出现过21弦的钢弦筝。其实钢弦筝在中国和台湾已经逐渐式微，因为演奏手法与学院主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目前已少有古筝老师教授，但是它却在越南不断的生根茁壮。早期在潮汕地区的华侨筝乐人士便将潮州筝带入了越南，逐渐发展出越南筝的音乐体系。现今的越南筝也持续沿用了钢弦，着实为这项独特音色的乐器另辟了一条康庄大道。现在中国和台湾普遍流行的是21弦 S 型后乐山的残弦筝，那其弦的材质为钢弦外包尼龙弦，音色刚柔并济，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听觉习惯。那以前演奏钢弦筝时，多用自己的指甲，或者使用类似琵琶的翼甲粘贴在自己指甲的上方。那今天我们统一使用现在的古筝指甲来演奏，一起听听看钢弦筝和残弦筝的音色究竟有什么不同。钢弦清丽透亮，语音缭绕；残弦温润圆滑，音色空灵。你更喜欢哪一种呢？那我们再加码，用日本筝来模仿唐筝，一起来听听看，在音色上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？那我们再快速的比较一次，
你更喜欢哪一种音色呢？关于钢弦筝、残弦筝以及日本筝的详细资料，我们将陆续上架在我们的线上课程。想要获得更多宝贵资讯的朋友，欢迎关注并且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。另外，在下方的说明栏，我也会分享一些相关的演奏视频，供大家做一个参考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欣赏以及比较。那么今天的课程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